所以现在特朗普才知道，哇 ，China is not easy。所以这次的中国的话题的转移、战略焦点的转移非常妙，非常棒。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10号星期二在中广播出的《战略新闻》。大家知道，昨天中美双方在伦敦举行了这个高层的经济对话，那么第一天结束了，今天进入了第二天。准确的说起来，这个昨天啊，它是在伦敦时间的晚上8点钟结束的，一连持续了8个小时。那么也就是北京时间是我们今天的凌晨才结束的。今天呢，应该是伦敦时间的早上10点钟开始，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钟才开始。我此次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10分，所以此时此刻第二天的谈判没开始。那么第二天谈判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估计怎么着都得到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就12点以后。也就是明天，大概我们要到明天早上，我们才能知道消息。那么从过去一天第一天谈判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双方还是释放出了一些不错的信号。其实就证实了昨天我在评论当中给大家讲的，其实双方现在是进入了近身肉搏战。中国通过这个稀土来卡美国的脖子，以此换回美国在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的卡脖子动作的放松。那么这一点呢，在昨天第一天的这个谈判当中得到了印证，而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以后，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虽然脸部表情很沉重，但是呢，还是释放出一些在我们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信号。为什么表现很沉重呢？显然是这个中国方面很难对付，所以特朗普自己也说的 ，We are doing well, but China is not easy。他说我们谈得很好，干得很好，但是呢，中国很难对付。然后他说，后面又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说中国愿意对我们放开他们的稀土出口管制的话，那么我们愿意在部分的高科技产品对华的出口方面也放松管制。大家知道，昨天我在评论当中给大家透露，前天就已经透露了，4月4号开始呢，中国在12种稀土的原料当中呢，对7种这个元素放到了出口管制的清单上，由此呢，真的使美国感到了痛，因为现在全世界大概70%的这个稀土是掌握在中国手里的。稀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无论对于制造芯片，还是一般的这个工业产品，乃至于制造高科技和军用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的高科技和国防产业，包括高端芯片，如果没有中国的稀土支持的话，几乎是难以完成的。那当然，另一方面，这个美国目前对中国，在高科技的产品上卡脖子，坦率地讲，对中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也是构成了一定的程度的影响。但是两相相比，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显然，梅尔都知道，如果说没有中国向美国供应稀土的话，那么美国这些导致他对中国实行这个出口禁运的高科技产品根本做都做不出来。既然做都做不出来，所以就无所谓对中国进行出口禁运了嘛。所以其实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稀土出口管制的放松，那才是重中之重。这也某种程度也证实了昨天我在频道上给大家说的，其实之前中国2次想让子弹在这个天上飞一会儿，一个是这个4月4号以后一直到5月9号，另外一个是5月12号以后到上星期下半周中美元首的通话。那么这个实实在在让美方感到痛，所以美方在30个星期之前，也就是5月12号之后，大概过了1个星期，就不断的放出各种风声，要求中美2国元首实行通话，那个真的是美国急了。所以从这意义上说，这次各种迹象表明，真的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好，那么昨天从第一天情况来看，显然中国方面还是向美国释放出了一些善意。虽然内幕不得而知我想到目前为止媒体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内幕，但是大概根据我了解的各种蛛丝马迹以及用逻辑推演给它拼出来，大概率是这样的。中方一定是设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如果你们愿意对我们实行高科技产品禁运放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放松部分的稀土对你们的出口，当然前提是要看你对我们什么样的高科技产品。所以这个美方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消息，美方目前的承诺只是什么呢？只是我们可以在一些普通的乃至低端的高科技产品当中，这个对你们放宽出口，但对于一些绝对高等的芯片的问题上呢，美方还是不愿意松口。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中方的反应一定是这样，好吧，那我们就结束吧，那我们各自回酒店休息吧。那美方肯定又不干了 ，no sit down， 坐下来，让我们再谈一谈，因为美国人明显的知道，就刚才我说的，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如果没有中国的稀土出口美国的话，美国这些导致它要向中国禁运的、不愿意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做也做不出来。所以一个是源，一个是后面的水，没有源哪来水？所以这就是特朗普昨天所说的 China is not easy， 中国不好对付。我想跟特朗普说，你才知道中国人不好对付啊。所以今天是第2天啊，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录制节目的时候，这个正式的第2天的谈判还没进行，还没展开，要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才展开，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在今天后半夜的时候，估计不会有消息，因为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明天大家随时关注我这视频。当然，更加内幕的要关注明天晚上我的一个直播，公寓直播。那么这个直播将全方位的和大家谈谈这次的中美伦敦高峰对话，同时对下一步对你我的生活，对我们的经济，包括对我们的财富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智库团队也会持续的向我们的会员和客户输送一些显然比我现在更加内幕和精准的一些前瞻性的分析。另外，这个最后给大家讲2点。这次的第一个呢，显然特朗普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蚀把米，因为他本来是想对中国实行高科技战呢，实际上是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的，对不对？而且坦率的讲，我之前也一再跟我们中方的朋友说，其实这件事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他是想重置1945年至今80年来的在美国看起来的是过于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那么他们认为是美国的什么财富被偷走了等等，虽然这些解释完全是荒唐也是无谓的，但是这是他的逻辑，他想通过对全世界实行高关税逼一个国家来跟他谈。但他没想到的是，中国人难对付就难对付在这个地方。好，你要我跟你谈，行，第一我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特朗普就急了。第二，我来跟你谈，我不跟你谈贸易本身，什么自由贸易秩序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跟你谈，现在你对我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问题，这个才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有了5月9号和5月10号在日内瓦的第一次中美双方的谈的还不错。当的一下，美国人以为哇，中国人愿意谈了，很高兴。他以为我们跟他谈的还是贸易秩序，其实我们老早已经想好了，我们要跟你谈的是高科技产品对华要放松出口。那怎么放松出口呢？我只有在稀土上卡你。因为双方近身肉搏战的真正的筹码已经不多了。美国就是高科技，中国就是美国用来制造高科技产品的稀土，对不对？美国对中国进的是水，中国对它进的是源头。只不过可能在5月12号的时候，美国人还不太知道中国人的这个谋略，所以现在特朗普才知道，哇 ，China is not easy。所以这次的中国的话题的转移、战略焦点的转移非常妙，非常棒。我要为我们的中国政府的战略家和我们的第一线的官员大大的叫好，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在5月9号、10号这个2天在日内瓦谈的时候，是中国的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去，对不对？美方就是只是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这次不是了，这次双方都出动了商务部长。中国是原来的财政部副部长换了商务部长，美方是增加了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那么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之间，除了2个人一个强硬一个相对温和以外，最主要是商务部长直接是主管高科技产品出口的，而财政部长显然没有这方面权利。所以这次从双方人员的架构上也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透露，双方其实是战略焦点的转移了。而这次专业焦点转移，显然恕我直言，是特朗普真的是被中国在牵着鼻子走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才知道 China is not easy， 才知道中国不好对付。用我们以前的话说，才知道中国人民不好惹。当然了，一切的一切还要看明天凌晨，也就是大家今天晚上好好睡，明天早上梆的一早起来，先注意我们的镇海速递，我们给会员们的镇海速递，然后明天晚上高度关注我的直播节目，有重大的消息予以解构、予以分析、予以前瞻，而且所有都是跟你生活有关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